然后呢，有一次那个风水老师看到我，然后就说：“医生，你家的床你不能这样子放哦。”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平常都是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把那些阴气或者是那些煞气带回家。然后呢，他们就说，那我把那个床整个对到我家的有一个窗户，我的床尾对着那个窗户，那等于说我每天这样子睡觉嘛。”那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照到我。我可能4、5点睡下去，早上7、8点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亮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被亮起来。后来我醒来以后，我就躲到沙发上去睡。所以我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我都是就是那个睡眠状况。我觉得你们都很奇怪，哪里奇怪？不是因为照理说你睡觉的时候就要把窗帘关起来，然后等到你醒的时候再把窗帘拉开，让阳光洒进来，这才是合理的人生啊！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好，不管是事业、感情、友情等等，都怪给房子风水。对啦，风水啊！我跟你讲，防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哦。房子说不怕下雨天，你家里如果漏水，你运也不好哦，你就会变疯子哦。所以疯子防水也是对的哦。有道理。完全不相信风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相信。一点点都不相信。但是因为你家里风水已经够好，对，你家那一块是风水宝地，你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我也从小到大都一直住过各式各样的房子啊。就是我只要一进去觉得有采光就 OK 了。采光要求好低啊。采光好，然后你进去觉得很舒服就 OK 了。是，所以你完全不相信这个。什么面东向西，什么坐南向北那些I don't care。然后什么哪里相冲什么的，你都不在乎，完全没有任何忌讳。我现在还不是那么好哦。那谢谢今天2位老师了，谢谢。再说，让他们相信。我们5位也是多虑了，是不是？你们都想太多了，没关系，是不是？真的影响到工作吗？关于我跟你讲，迷信，真的会，我觉得会有影响。你想想看，我讲看，我跟你说，我有2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我有一阵子，我跟我的高中生一起住，然后呢，他就想我东西比较多，他说，那主卧室给你，就套房给你住就好。但我跟你说，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阵子开始就会觉得很容易。觉得不安全，觉得有点焦虑，觉得有点紧张，就是心理上面。然后我常常会莫名其妙，突然莫名其妙，对，然后莫名其妙常常会一直，其实看到外面风景是很漂亮，可是就有一种觉得说好可怕，我都这么看得到你们会不会也看得到我？就是有一种一直被看着，然后一直觉得说，哎呦，就是好楚门的世界啦，是你自己想太多啊。就是我跟你说，他不自觉的那个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真的很可怕，因为人就会睡得不好。其实我本来是个睡得很好的人，而且还有一次，我那时候家里在装潢，其实装潢很快，1个半月一个小装潢。然后我跟朋友住附近，那我就想说，要不要去叨扰小装潢？小装潢，换灯泡吗？小格局，有小格局。我本来想说，我家附近那个商旅去住个1个半月，就事情解决。那就是大装潢，好不好？还要住外面的。我就想住，然后我朋友就说不用，你就来住我家。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看到家里有那种奇怪的摆设，我都觉得很可怕。因为我那一走进他家，我就看到一个木雕的娃娃，那娃娃大概我的腰这么高。然后那个娃娃其实长得本身不可怕，它就是那种。像中南美那种娃娃，就是那种木刻的娃娃，就摆在那。然后我一走进去，我就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被它吸引哦，我就一直盯着它，就是不管早哪里倒水都一直盯着它。隔了好一阵子，好几天我忍不住问他，我说这个跟你家的这个氛围，这个装潢也太不搭，是不是？对，他家是王美风，然后他放了一个那个木刻娃娃在那儿。然后我说，而且你一定要放这个位置吗？不可以，比如放你书房或哪里？我觉得只要是娃娃都很恐怖。对，我就一直觉得他在看我，然后他还说没有，他说这是他的客户去中南美这个。出差的时候特别带回来给他，说是招过分的客户，对，所以要把他踩有人敢送我娃娃，我真的跟他结下2级，很可怕。而且我跟你说，我真的看过一次是，你知道那个娃娃我住了几天之后，那娃娃就被我们放外套啊，什么帽子不就套在上面了吗？变衣架了。变衣架了。有一天呢，我跟他在房间聊天，然后我要出来倒水，然后走出来要经过
要到厨房的时候，不是经过客厅吗？我一看，我真的觉得那个娃娃在发红光，然后我就尖叫，我就这样，然后我朋友冲出来说干嘛？我说他在发红光，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当下好紧张，我怕我朋友觉得我疯了，然后但我朋友一句话都没吭，然后他就说你不是要倒水吗？我说哦对啊，然后我们倒了水回他房间聊天哦。他都没讲话，我觉得好奇怪。他没有解释什么发红光的事，我觉得好奇怪。然后我就说，你有看到那个红光吗？我说是不是我有问题？我说是不是我怎么了？我怎么看他下面感觉好像发红光？他都不讲话。后来我搬走没多久，他爸妈因为他南部人嘛，他爸妈就带着他的侄子们上台北玩，就住他家。然后一进门，他妈就说你怎么有这个娃娃？就说这个娃娃不可以摆这里，他还跟他妈讲说你跟何家辉他有病，就是神叨叨在那边说什么这个不可以放那里，那个不能放这里这样子。然后就晚上哦，他妈妈就是隔了一个晚上，隔天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娃娃赶快收起来，拿去公庙弄一弄。他说这么严重，因为他妈妈其实是蛮敏感的，他妈妈其实是有在公庙帮忙的，他妈妈就直接说里面有东西，什么东西？里面有灵魂，有很多灵魂。然后他妈妈是立刻打包，就说我们要送到最近的公庙去处理。然后他傻眼，他自己傻眼，因为他其实有看到红光，但他死不承认。所以他不讲，他没讲，他一直不跟我一直问，他一直没讲，他不想面对这件事，是不是？他就觉得会不会是我们看错了？他觉得我们这么科学的人怎么会这样？然后后来我跟你说，他就打给我，他说：“我跟你讲一件事。”他说他就讲了他妈妈这件事，我就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就说你看吧，我没有病，我就是真的。可是问题是你朋友有因为那个娃娃在那边，然后他的生活有变得不顺吗？我们两个都不顺。你知道我住在他家的1个半月，没事莫名常常在他家跌倒。问老师。真的是不是会？老师家里这种模型啊、玩具娃娃，因为家里本来就很多人在收集这些。对啊，你家里一堆那种我家很多 cos 啊、皮卡丘啊，还有 Bearbrick 公仔啊，里面都有灵魂吧？里面都是空的，是有灵魂。他们都是空的，是有灵魂。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发光啊。你在家里走路会不会跌倒？不会。真的假的？会飘起来吗？走一走会被摸到天花板。所以老师，你觉得木娃娃那个是真的有可能吗？这个在形体上面。哎呀，欢迎一下医生老师。是 S 姐。第一次上我们节目，欢迎你。对，谢谢。所以你是风水的。风水命理都有。跟木老师是强蹦嘛？对，竞争对手。那为什么要请？没有。为什么要2个？如果都是同一个领域的话，为什么要请2位？对呀，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就请1位就好了。要 PK 吗？我们就是相辅相成。什么相辅？我们节目没有相辅相成。对啊，如果等下你们一个人讲东西有跟另外一个人是有出入的话，谁说的算？我们节目是要自相残杀。所以就是请在场的各位来评分。所以关于木娃娃，2位都要发表感言。好啊，不会了，学术。昨天没台赛，好刺激啊！蛮喜欢这种学术交流切磋，这一起互相成长很好啊。对啊。关于这个玩偶呢，它在形体上面呢，就是一个叫做有形而无灵嘛。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做风水的时候会建议不要放太多。第一个是量的问题，你如果放个几只还可以接受。我有的客户一次放整面墙全部都是。好，那再来就是看位置。位置第一个我们用形体来看，就是说你是不是放在你的眼前还是眼后面。一般来说放后面，我们会比较担心说有一些所谓犯小人的问题，或者你会觉得后面有一大堆眼睛在盯着你睡觉。可是它即使长得是时尚的，不是恐怖的，也算吗？概念上应该是一样咯，只是说量的问题。它一定要眼睛才算吗？量的问题。量的问题，那你的量足够了。就是而且又是手上的，对啊，应该有个30吧。那一定很30，有个30，但是我都看得到他们哦，他们都在我前面，在你眼前啊，是啦，那这样子也许还好一些，看得比较不会慌张。可是30算不算量过多？有一点多。可他们都是熊呢。但是我说了，我看的那个过多，他那个是一次大概200只。那个就真的过多了哦，再来还要搭配其他的东西，好比说他家的盐灯可能一次20瓶放了12颗，那也是过多。哦，太咸是不是？对啊，你不能放过多吗？所以你是不是很讨厌别人乱花钱？不会啊，但是要摆对位置。但是老师刚刚有说不可以放很多盐灯，我超爱放盐灯哎，不可以放很多。你放几颗嘞？一颗啦，一颗还好吧？一颗很少啦，对啦，它12颗嘛，20瓶放12颗，你等于到处都看得见。谁知道方位在哪里呀？我们可以比如说，请风水老师来看吗？当然那叫多花钱啊！不一定啦，我们找便宜一点的啦。
问便宜。想要竞争。如果我请你来看一下我家盐灯要放哪的话，一看一次多少钱？你家吗？你家我怎么敢收钱？哦哟，我没办法上节目了，如果第一次来，需要第二次啊。可是我没有盐灯呢。傻老师，那我赞助一颗，我赞助一颗。哎呦 OK， 像举例，比如说像今年，我们就讲今年2024年，比如说正北方，我们用 App 指南针拿出来看，正北方是正财位，正财位放火的东西是可以的，盐灯、紫金洞属火，你可以放正北方。但是如果是一样的题目的话，木木老师。有形就会有相嘛，因为易经取其形取其相，所以呢，其实有这个形体包含那个熊啊，因为它熊不是也是双手双脚的嘛，然后有一个头，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形的像，那这个就容易会入阴哦，所以家里面的艺术品啊，然后这个玩具啊，怎么让它入阴？你怎么样避免录音啊？避免录音就比较简单，就是像因为我们家有很多那个神明公仔，就是木雕啊等等的，我们就会在下面贴一个红纸，就让他尽量避免去录音。因为我们其实曾经有看过一个客户的家里面，他就是神明的像神像这样子，可是他们也不是有这个就是请神明回家，他只是单纯觉得好看放在家里面，可是就不小心就录进去了。然后就真的家里面就很多人就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发生啊，然后生病啊等等，而且就是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想说那我们就来问看看，结果那个宝贝下去立碑，立碑是不是两个站起来吗？对，站起来，对，你说站直的哦？这样子站的，不是这样站的，对，但是它是这样站起来，这几率不是超小吗？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有稍微帮他去处理，然后后面就把这一尊就是把它请走这样。所以如果我要送他一个有入阴的熊，何必呢？我要怎么送？越像越好，越像人越好，越像真的熊吗？越像真的，越像人类。可是因为他是要熊，他喜欢收集熊。那上面可以用一些那个人脸，熊身人脸，对，然后下面不要贴红纸，对，不要贴红纸，这样好坏哦。为什么？你回去快点，马上就贴起来就好。你有想要吗？你不觉得很好，很刺激耶？我不要，我为什么要？好可怕哦！会发生什么事啊？我碰过人像是好的耶，就是以前我们家有一个观世音菩萨，滴水观音，他手是长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信仰，就是人家送的，就放在客厅的那个 L 型的边边桌上，都没有人碰到它。然后有一天呢，就是我爸回家就很累，突然在沙发上睡着，然后才知道那天他出车祸，在高速公路被后面追撞，而且是超严重，他的车是不能修，就直接整个撞烂掉，报废掉。然后我爸回家居然毫发无伤，然后他想说怎么可能？因为那个车撞到那么严重，结果就在那一天，那个滴水观音的下面这只手掌断掉。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就是手掌断掉，然后我想说，天哪，这该不会是挡煞吧？就是这个也是人像，就是神明。其实也算是，因为就是当然我们刚刚说，有些神像不要随便摆，因为容易会入阴。但是有时候呢，我们遇到的神像，它其实也是有缘分的，它其实就是来跟这个家里面做一个结缘，所以它有时候就是对于这个家里面是有帮助，甚至也可以做一个化煞，然后过一关的意思。那怎么知道它是结缘还是来就是弄？就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就是先保护自己的话，就是先下面贴个红纸，因为有神像其实都容易会。那个红纸是随便的色纸都可以。其实那种我们常常看到那个贴纸就是可以的，圆圆的那种标签红贴就可以，只要是红色就好。对，红色就可以了。因为其实更专业就是用朱砂嘛，因为朱砂它是比较可以化煞的一个东西。对，但如果就是没有办法的话，就是找那个圆形的标签纸就可以了。所以你刚刚讲那什么让你睡不着那个霓虹灯很亮那个，对，后来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我往床，因为那个是我们租的房子嘛，它其实是不能，你也不能装修，你也不能遮挡，所以后来呢，就是比较熟，就也是在节目上遇到老师就说，那你靠墙睡。我后来就把床整个往墙的方向，等于是我的左右两边床头都是墙的，所以我就觉得睡得比较安稳，因为我原本的床是靠那个窗户的，对，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心里觉得比较有安全感啦，也睡得比较安稳。就好了。这么简单的事还要老师跟你讲吗？
就是避免窗外闪烁的灯光。对啊，你就尽量避免光源呐。哪知道呀？哎，我们心里也是有点紧张，想说是不是有点小迷糊啊？这个是有小的嘞。严重，太严重。要问老师才有安全感啊。所以医生也不会要讲鬼故事吧？没有，我也是要讲床的位置真的很重要。然后因为我家我本来床的位置就放得好嘛，它是因为我知道老师说床的左右两侧都要留走道，就是左右逢源这样。那我本来是放这样的位置，但是因为后来我就主持了那个灵异节目的外景，然后呢有一次那个风水老师看到我，然后就说：“Eason，你家的床你不能这样子放哦。”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平常都是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把那些阴气或者是那些煞气带回家。我的床如果没有，就是我睡觉的地方如果没有被阳光照射到的话，我那个地方会阴上加阴，就会变成一个极阴之地。然后呢，他们就说，那我把那个床整个对到那个我家的有一个窗户，我的床尾对着那个窗户。那等于说我每天这样子睡觉嘛。那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照到我。他说就会把我的人的那个晦气晒，帮你净化一下。对，然后对，有人这样睡的吗？然后我，这个好不合理哦。然后我本来是放横的吗？然后让阳光这样洒进来吗？结果后来我就发现我一天根本都睡没办法超过4个小时。因为我可能4、5点睡下去，早上7、8点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亮到一个不行，然后我就被亮起来。后来我醒来以后，我就躲到沙发上去睡，所以我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我都是就是那个睡眠状况。我觉得你们都很奇怪，哪里奇怪？不是因为照理说你睡觉的时候就要把窗帘关起来，然后等到你醒的时候，知道天亮了10点了什么。再把窗帘拉开，让阳光洒进来，这才是合理的人生啊！哪有人窗帘一直不拉啦？老师是希望说我可以早点睡，譬如说我12点睡，然后早上7点的时候就被阳光照醒，那个才是一个，他说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那种作息。然后，所以我那一阵子就是真的是衰上加衰，就各种小衰。我走路可以，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我在我家要去倒垃圾，我在我家那个平地那个资源回收厂，竟然可以踩到隔壁住户留下的厨余，然后滑倒，然后摔一个就是我的坐骨神经这样。你看，好，然后呢出门看什么看？就是风水不好，别在家门都就会有这种问题，家门都还没出就受伤了。没错。然后呢，出了家门，我骑脚踏车，然后要过一个路口。我骑到我这边绿灯嘛，我就直骑，奇怪为什么这边的车流就冲着我来，也没有在刹车的意思，有一台摩托车就撞到我的那个脚踏车后面，然后我跟他两个人就对我们两个就车祸。所以你也来不及闪他吗？我也来不及闪他，因为我脚踏车的速度很慢，然后他们是那个车流，后来我才发现说为什么他们就是会出这个车祸，是因为当时那个路口的红绿灯坏掉了，所以两边都变成绿灯，所以那边的车子也觉得他们可以走，我这边我当然是正常的在走，所以都跟床的关系有关系，对，一定是，因为这种就是几率多小的问题都会发生在就集中在你睡不好的那段时间。我要听听看你们2位是不是正常人，来，医生老师你先说，他的那个床放在那个紧贴的那个窗户是合理的吗？不太合理。我们就论生活科学来说嘛，我们先不要那么迷信看风水。对啊，光是阳光普照，你又没有窗帘，你这怎么睡觉？对，有啦，他是要拉下来，但是你不是每天都被晒醒吗？对啊，可是没啦，代表它的遮蔽性不够咯。对不对？这回到生活科学嘛，对啊。再来是你的床头背后其实是没有石墙可以当一个靠山吧？对。那这样怎么会安稳呢？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人运不好的时候，他有时候真的会是选到不好的方位睡觉了，必须这样讲。运啊，那我们看运跟风水嘛，我们不可以说风水差就一定差，也不能这样说了哈。我觉得要中立一点，也许是风水很好，是你运差；也许是你运本来就不好了，所以你会觉得你挪了床，你就觉得运不好，你会怪风水啊。有时候。相辅相成看一下，可能是你本身运气不好，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老师，可是像我之前就是那个床那个位置，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颠倒过来睡，就是床头在这，然后我就脚放床头，然后头后背后是窗。对，这样的话有朝窗。那你有更好睡吗？这是重点。
差不多，差不多不好睡。差不多。对。你为什么？你想说什么？不是，你说你头在窗户下面，对头在窗户下面然后脚在枕头那边。对啊，因为我就想说这样可以180度翻转现在的情况。为什么不把床放成侧面呢？侧面，床不是应该这样吗？然后不要靠墙吧？窗户在这边，然后阳光洒下来的时候，你还是有阳光进来呀。可以，好，我回去挪。要请风水老师吗？气的嘞！我回去挪看看。想你想的。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第一场就脑充血，是不是？你红火大，这个听起来有点是根本就不合理对，啊！因为老师没有叫你把床摆成那样子，但是你觉得那样子。对啊，就是你要你首先要相信他，你才会做事。没错。S 姐，你不要这么生气啊，因为我们看这么多客户，真的有些客户他对设计上比较没概念啊。其实蛮多人是这样，会摆不定这件事的。所以也许医生本身对这个空间感。可能这方面比较弱一点。对，人都有强弱嘛。好，所以小文你是我家没事了，很好。讲出来，你明明就很迷信，讲出来。是一堆水晶吗？讲被你骂，想把我们俩丢掉。搞不好可以讲通他。荒谬吧？没有，我觉得有些事情是我不知道都没事，可是我一知道之后，我就会开始疑神疑鬼。因为我家是那种很旧的那种老房子，然后因为很大，客厅可以一路看到饭厅，再看到厨房的那种。然后很久以前装潢的时候，我爸就做了一个拱门在那边挡住。然后后来呢，就有老师突然说，家里只要有拱门的都会加到中落。我就想说，有这种事情？然后我想说，因为这个拱门已经30年了，结果我本来都不信这件事情。结果那个时候我刚好去上海出差完了之后，带着我的行李箱回来，然后我隔1个礼拜就收到公司通知说，我们要精简人力，我们要资遣，然后我就是在那个被资遣的名单里面，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我才刚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我还被派去出差，一回来就立刻没工作，然后我都不敢跟我家人讲，我就拿着那个行李箱回家之后，我爸就说，那个上海出差的行李怎么都不整理？我还说没有啦，那个其实是我办公室的东西，因为我已经没有工作了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哇，还是说这个拱门我干脆不要知道它有没有影响，因为我一知道的时候，因为你也没有到家道中落这么严重啊，就是刚好被换工作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拱门我到底要不要把它处理？现在还在是不是？还在。风水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理学啦，它不仅仅是环境科学，它也是一个心理学。所以你因为看到那个你自己给自己心里面很大的就是想法，那这个想法它就是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事物。所以其实有时候拱门不一定是真的说，会影响到你的运势或状态，有时候是自己心里面层面会互相的影响。那我们在风水里面讲到拱门比较会影响的是那个感情失和、夫妻失和的状况会比较多。所以拱门不是一件好事。其实拱门不是一件好事。那为什么以前都要做这个啊？对，它其实就是要做一个很多豪宅很喜欢弄拱门，很多第一个是流行啦，因为最近也很流行那种圆弧形的房子嘛，侘寂风。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也是要用风水的方式去把它做一个化解，因为你们家是比较开阔式的嘛，他就是想说要让它可以可能稍微藏风聚气一点点。对，但其实我们在讲风水，它就是一个气场的流通，气场的有流通有没有顺利？然后有没有在该藏风聚气的时候藏风聚气？那除了拱门以外呢？我家床后来也有问题就是因为我本来是睡得好好的，然后工作也是顺顺的，可是因为后来呢，我想要拍我自己的 YouTube 影片，然后我就没有一个背景，我就想说我要移动我的床，我才可以把我房间的一点点的小小的那种地方移出来，然后我就把我的床移到窗户旁边去睡觉，然后睡着睡着，其实我正财运、工作运算是蛮正常的。然后有一天呢，因为我本来都有在投资一些基金啊、股票，有一天那个我的理专都打来说，我有一笔那个美股赔了快要20几万。我想说，以前我床放在那边都没事，怎么搬到这边突然有事情？马上哦。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就问我朋友，我朋友就说，因为我们家是那种50几年的老房子，那个地方其实是以前的阳台外推，他说楼下是空的。你的床单很浪漫我爸买的。你爸买的？那个枕
枕头也很浪漫啊。对啊，我爸就买一些 Costco 特价的东西，然后想说会不会睡在阳台其实是不好的。你知道你家坐向吗？我家窗户，我的房间的左边是东边。为什么你的房间是比主卧还大？对呀，没有啊，主卧再横一点点，因为我的房间是外面那个走廊的地方是阳台，本来走廊是连着到那个，对，这块，然后是那边打掉变成那个阳台外推的。是。哦。所以照理说应该是这样。所以你都可以睡在全空的啦。你睡在本来的走廊上哎。对。好，那我切几个面向。我们讲形煞来说呢，你等于是悬空房嘛，你等于是地气不够稳，地气不稳，通常睡眠都会有影响。其次就是说，如果你家是面东，我刚刚讲的方位，如果你家这里真的是面东的话，你这个方位啊，在我的那个风水学里面，这个叫做凶灾位。啊？什么？是容易受伤，然后可能流血。相关的一些意外，你有没有发生这样类似的状况？他是有去动那个下颚手术啊？那这个也算咯。那个是因为是你自己想要在那段时间做的事情，但是看有没有对到时间。再来就是说，因为你有工作室又有老家嘛。对。再来就是说，人在哪气就在哪，所以这边你常不常睡？蛮常睡。当时是蛮常睡。那所以说刚刚说地气不稳固咯，所以有可能是投资判断也是有可能是这样造成啦。对，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方式啦。再来还是回到我刚刚说运呢怎么样啊？对，我觉得要多方参考了。那木老师也是有每一个要注意的事项。有。好，那家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在讲家里面的风水，我们大家最爱看的就是客厅、卧室跟厨房，这3个影响到家中风水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首先看客厅。客厅呢是不能杂乱、跟阴暗还有小，因为其实客厅呢，它代表我们家里面全家人的事业运势，尤其是家里面的男主人，主要在经济收入的支柱。所以呢，如果你很杂乱的话，家里面整个的事业运势都不是非常好。我觉得杂乱、阴暗、小本来就不是好事。对，但是很多人就是不会去注意到这个，可能买房子的时候，房仲一推进去，他就会先帮你把灯打开，你不会注意到像 S 姐会注意到采光这个部分。那明厅暗房，明厅暗房嘛，所以这个客厅的采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那如果租屋主怎么办？他如果只能租那种一进去就是建床的嘞？一进去建床，那他可能就比较不适合。有些人是居家工作。他在家工作的人，那我就会比较不建议他在家里面工作了。他可能在工作的时间，他可能就要到外面的那个 co-working 的一个那个共享办公室啊，或是他可能到咖啡厅等等的工作，就比较不适合在家里面工作。那种就回去睡觉就好。对，回去就是休息的部分。好，再来我们就看卧室了。卧室呢不适合太过缤纷，然后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要避开梁的部分。太过缤纷，因为刚刚有讲到那个像嘉文姐，还有那个 Eason，旁边都是窗户，窗户呢其实就很容易会有一些霓虹灯啊、招牌灯啊、路灯等等的。这个太过缤纷呢，包含是外面的就是灯啊，还有内部的颜色色彩的部分。因为其实比如说墙壁漆成粉红色，对，就是太缤纷，这样子其实房间你本来进去就是要休息的，可是那一些会刺激到你的交感神经等等的，所以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那像那个关关那个床单那么花。太缤纷了。对，看他有没有习惯这样子的状态。对，但因为如果他是床单，他如果是比较局部的一个部分，那就比较还好。但是如果整个房间都把它弄得花花绿绿，就不适合。对，那一定要特别注意梁啦，因为你梁压在你哪里，压在头就头痛，压在胸口就胸口痛。压肚子就肠胃很多问题，所以要特别注意。梁有这么伟大哦？因为其实梁主要它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说，梁是不是因为风水的问题？其实梁它是因为钢筋的问题。那它钢筋它就会有磁场，那磁场它就是一个比较负能量的磁场，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身体。对。所以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是梁，对，但是就不得不，就是还是得会有出现这个东西。那如果遮蔽掉了嘞，遮蔽掉就会比较装潢遮蔽掉，稍微可以去化解一点点。这个化解的是什么？化解我们心里面的负担跟压力。如果你比较不去在意、不去 care 这件事情的话，那它的影响的程度就不会到这么大。对。不在意就不在意啊，不在意就不在意啦。对啊，你可能会觉得说你肚子痛也跟这个梁没有关系。对。那最后我们就看厨房，因为这个灶其实在家里面
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照药一定也要记得，就是不能有异味，而且我们很常看到的呢，就是照散不分。现在很多开放式的厨房，对，怎么办？要尽量避开这个照散的问题呢，是因为怕赚的钱跟花的钱就是一直赚钱又花钱，赚钱又花钱，就没有办法就是把钱守得住，所以才要避开这个开放式厨房。所以异味就是说，比如说你一经过厨房就有油烟味，对，油烟味啊，然后厨余味啊，或是垃圾腐烂的味道啊。因为其实厨房呢，它跟家里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财库哦。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就是厨房有异味的话，身体健康、肠胃的疾病都要特别的注意。哦，对，又凉了，对，又有凉。我们最常在厨房看到的就是凉压灶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炉火上面刚好有一支梁，这样子最常见的就是家里面的女主人身体容易不好，不然就是没有女主人，没有人要来，对，没有女主人，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这个力量好大，天哪！媲美天神了嘛？凉来了，小心！我们是要拜凉啊。刚刚这个其实比较常见的，反而是一些客户他们在新成屋的时候，为了挡穿堂煞，所以呢自己又加了屏风或玄关柜。加是没有问题，但有时候加的离大门太近了，对，那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你的进气不顺了。这个是我想提醒大家的。离大门太近。对例如我打开门可能照理说我可以走个1、2步、2、3步，对，当然比较好有时候一打开剩半步。怎么可能会有人跑那么近啊？有那个进门上面呢，新房子都房子很小的话，有些人会算到刚好一拜这样子，他门刚好可以过去。对。世上另类人很多。是 OK 好，卧室卧室一般比较常见的一个疑虑来提醒大家，就是厕所的这个门口对到你的床，这叫侧冲床。其实我认为它是晦气的问题啦，所以说这个厕所就算对到你的床，我们如果有疑虑，我们就是加个门帘，大概这样子就好。其次就是说镜子对到床，这个镜子对我们做风水来讲蛮重要的。会不会有些人是那个情趣考量？今天天花板是镜子，对啊，就弄一些什么的。木木老师家里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经历一个案例，非常的惊讶然后因为它是门口进去之后，沙发这一侧从门开口到底全部是镜子，左边这一侧是电视，电视也是从开口到底全部是镜子。这是练武教室吗？这是卧室，他的居家，他的居家就是长客厅嘛，客厅没错，对。可是那不好非常不好。他在那边住了大概好像是8年吧。他打官司，然后又身体很多的缺陷，受伤，然后给医生处理，又处理不好，又打官司。然后他有一只狗也是缺一条腿。镜对镜是因为镜子的关系。镜对镜是比较招阴的，就好比你照一个镜子，等于里面有千万个你这是招阴格局所以很不建议镜子。所以最可怕的是镜子对镜子。镜子我蛮看重的。镜子对镜子跟梁比起来，哪一个威力比较强？我认为是镜子对镜子，因为梁的部分我们要看高度距离，有的房子很高嘛。也许没那么大的疑虑啦。对。可是小时候有一个迷信，不是说什么在电梯里面照镜子对镜子，然后什么第13个是自己什么的样子，对不对？对，小时候很常听到这个说法，那是真的吗？那应该就停在小时候吧。那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在世界上突然遇到一个长得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你们两个会爆炸，头会爆掉？对，这是真的吗？展荣还在。展瑞也没有长得一模一样，是说他们俩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可是却一模一样。那周杰伦怎么办？所以他们都没有相见了。对啊，因为他们炳伦也不敢来，周炳伦头会爆炸。所以应该还好。好，那这个提醒大家一下，镜子很常见，你的床对到你的电视机，这个也是一个镜子。例如像是冰箱，现在很多的镜面也是，这个是我下一题要谈的。冰箱镜子很贵耶。对啊，又好看，时尚，对，好看又时尚。你说可以这样抠的敲门，那么贵还不能买？没有不能买，当然可以买，对，因为很漂亮。买之后再把它遮住。没有，在冰箱前面一个帘子。镜子有极大的忌讳，就是说我不要对到门啦，或是直接针对我的床啦。但是你去想，你一般如果放在你的厨房的这个镜面式的冰箱，应该不太会对到你的床。对啦。照理说啦，对哈，除非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是像
小套房才有可能啊。对所以这些提出来。冰箱镜面反射怎么样？反射就例如反射到床咯，例如反射到对，常常对到一个人的位置，或是对门。所以医生老师，你家是风水好到爆是不是？不敢说好到爆。就你人生非常顺吗？没有很顺利，因为我也是个平凡人啊，我也是个正常的平凡人啊，所以有起有落啦。就是有健康。身体都健康，然后感情也很好嘛。应该说这2年特别重视这个调整风水的话，当然才有机会来上节目嘛。也许以前没那么重视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有女朋友还是老婆吗？单身。单身？但是。那赶快放一些什么东西啊？比较有梁祝。其实也不是放了东西就有用啊，就和刚刚我说的运跟风水的问题啦。对，你就是倒霉。没有那么。会不会他就是不想交而已嘛？可能刚好是在，不是因为不是我刚刚就是跟通告讲，下午有联谊的没发我，对不对？神叨叨。所以你现在目前也很想要谈恋爱吗？那应该说刚好走财运嘛，我们就认真工作嘛，把力气花对地方啊。就哪个地方在发那个力量的时候，你就专注在那边。是啊，也蛮常鼓励大家这样，免得说我今年是比如说我走一个人你在走感情运，然后你说我要认真工作，当然是很好，可是你要拨一些时间去谈恋爱，免得你隔年你说想谈恋爱的时候，没有感情没了。对啊，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今天是走财运，结果呢，我满脑子老师我想问桃花，隔年，财运又没了。所以那个是算每一个人的什么流年什么之类的吗？对，每个人一定是不太一样。不一样。像我们有时候讲生肖的运势，当然那是一个大方向，不过那是1/12嘛。对了，那看个人应该还是会比较。不过看你外形应该还蛮容易交到的吧？对。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可以沟通聊天的。可是那你去看帮就是这些客户看的时候，没有客户对你示爱过吗？哇，有啊。哇，来了，我们要听，才聊这个，奇怪，这是正题吧？是不是老公死掉的那个妇女？寡妇算命也有啊，看风水也有啊，对啊，男女也都有啊。哎呦，男女通杀。有最积极的是对你做什么？就跟我去厕所，就借个洗手间，很正常。我们对啊，就看完了吗？借个洗手间可以啊。他讲得很直接啊，他说老师现在旁边都没有人，那我帮你。吹头发是不是？我说吹头发。直接老师还装傻了你。这样收多少钱？我不是想不到医生。你要收钱吗？打折。就留他这一段好不好？麻烦不要，拜托。其实他就是那种木老专业的刘木老师。因为我们要讲一些就是风水老师会遇到的危险呢。对啊，你就危险看得太准太专业，他就说哇，好想要你留下来。所以这是男生对你做的事，有女生很可怕的吗？女生通常比较积极的，对，女生多半都比较含蓄啦，但就是。会不会是他一开门，然后就已经是穿那种基督的薄纱，性感？没有到那么夸张，但是低胸会。哇，那就是，然后就是会一直说老师，你看我这个桌子底下，然后什么？有故意的，有故意的，有啊，这个会有啦，对了。然后呢？怎么办？没有，我工作就是像现在这样，我是超级认真的，所以我不会分心的。是吗？那你还讲出低胸？所以你的意思说要等你下班再约你？对，所以你要找我。下班再约啦。你干嘛约我喝酒啊？约起来了。好。所以低胸那个并没有勾引到你哦。其实好几个，对，不会，工作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工作。就是以为自己是风水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对，搞一个乌龙了啦。我常这样啊。我跟你说，我刚刚就怪窗帘了。我跟你说，我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变热，然后快要变很热的时候，我都会特别阿杂，那个私密的问题也会特别多。所以我每次到这个节气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换家里的那个风水摆设，比如说换个沙发的位置啊，什么就很爱搞这一些。所以我的女生朋友都很知道，我每次到这时候就群组开始念说，最近谁家的风格很不错啊，我想要这么弄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被我觉得太烦了。其中有一个就说，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风水的问题，是你本身的问题？我就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就说，我给你个小法宝。他说，如果你喝完，你这个什么心情很不好啊，然后什么身体气色也不好，这些都没改善的话，我们再找风水老师。
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有道理吼，就是先改善自己，对，先改善看看。然后呢，他就给了我这2盒小法宝，然后我也就是想说，那就喝喝看嘛，我那么信任他。就喝完之后，我告诉你，神清气爽，精神好。我怎么看我家，我都觉得它很满意，我就觉得它很漂亮，然后心情非常好。所以我今天就把小法宝带来跟大家分享。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小法宝呢，就是女神张钧甯也爱用的美颜饮蔓越莓 Plus。哦哟，是不是很漂亮？光包装都非常对，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我觉得每次到这个季节啊，就除了要补充胶原蛋白之外，就是私密问题会特别多，所以特别需要私密的保养。然后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它有满满的胶原蛋白，这个里面呢有来自日本殿堂级专利的胶原蛋白生态，因为日本的这个胶原蛋白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在这个市场上是非常有公信力的。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其实胶原蛋白重点不在于你喝的多不多，重点在于你吸收度好不好。因为有时候你喝了很多，但是你没有吸收，那也是浪费，对不对？所以人家是做过人体实验，证实它的吸收度是非常非常非常足够。所以它这个原料其实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品牌，他们都指定要用这个原料。然后这个蔓越莓 Plus 版呢，我特别推荐，是因为你看它这样小小一袋哦，它里面有44000毫克的蔓越莓所以小小一袋它就可以每天帮我们就是保护我们的这个私密处啊，做保养就不会有这个私密的问题，所以我非常喜欢，而且它非常好喝，你们喝了吗？对，酸酸甜甜的，对，酸酸甜甜的，然后完全没有腥味。没有腥味，而且喝起来完全没有腥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就是很怕有私密的问题，因为我只要一开始有私密的问题，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臭。就是很尴尬，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有怪怪的味道，痒或者是对湿湿，然后不管靠近谁都觉得很尴尬。人家就说啊，你是不是就会很怕什么老公靠近你？所以我觉得私密保养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保养的过程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每天1包。然后空腹也可以啊，晚上睡前也可以，就可以做10足的保养。它其实除了我这个强推的就是蔓越莓的 Plus 之外呢，它本来就有原版。原版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也是很漂亮？是，也是满满的这个胶原蛋白。除此之外呢，它其实喝起来也像那个果汁的味道，因为它里面有4种就是植物多酚的萃取，所以你喝起来就是就是有果汁的味道，完全没有腥味。那它因为有这个植物的多酚的萃取，所以它是有很多维他命 C 嘛。维他命 C 就是科学证实，就是可以让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更好。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喝了，不是就觉得自己身体的状况很不错嘛，然后我就继续喝。然后我跟我老公是讲，我们两个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就是没事我们会牵牵手嘛，牵牵手。说真的，10几年了，怎么牵就是这样，你有一种熟悉感，但就是这样。有一天他突然就是摸我的手嘛，牵我的手，然后就摸，他说哎呦。然后我就看他，我说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发生什么事吗？然后他就说，哎呦，就是滑滑的。我就说是不是有一种新妹的感觉，不是老妹的感觉？手突然变嫩了吗？对，他就说，因为他平常这样牵，他也牵习惯了，他也没有什么在抱怨。他牵说，哎呦，怎么这么滑？我说是不是有一种换了一个太太的感觉？那么我要给大家猜猜我几岁？我觉得，因为你看起来状态很好，大概3、4、3、5，我也猜30几耶，因为你的皮肤非常的水嫩蓬弹，因为感觉真的很蓬润的啊。亲爱的大家，我要公布正解了，我已经45岁了，跟我差10岁耶，45岁，而且我觉得有保养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然后我真的是2盒之后，那个效果就让我开始惊艳了。这么好喝，会不会有什么雌激素啊、甜味剂这些的？安全问题，你们完全不要担心，因为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的成分，它其实内容非常的简单，而且它是经过 SGS 的检验，然后最近它还得到这个国际 AA 的无添加认证，所以是非常安全的。然后除了可以促进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也可以让我们的消化道的机能变好。最可怕的是皮肤会变得倍儿
亮倍儿好。我这阵子不管在哪里化妆，遇到哪一位化妆师，大家都说天哪，这皮肤的状况也太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的保养起来呢，效果是很快就发现喽。哇，太棒的分享了！好吃好吃，谢谢大家。风水这种事情，感觉就是不信的人，他就是反正就一直会不相信。对。但是相信的人，我觉得他如果可以让他生活过得更好，何乐不为呢？对了，就是如果不要过度的迷信，就是变成是影响到原本的生活，就像老师说的。其实随便你们啦，你们爱信不信都可以，只要你们自己过得开心最重要。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叮叮叮。